故事发生于异世界的一座宅邸，正在举行着一场豪华的人口拍卖。女孩子们被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双手被冷冰冰的手铐锁上，一到上台的时刻就踏上舞台。下面的贵族们开始竞价争夺，500万、600万、700万。那些贪婪的老头们争先恐后叫价，女孩哭成泪人。但楼上的那位女士还觉得这价格不够好，她就是这个拍卖会的老板克莱德侯爵。我为了把女孩卖个好价钱，竟然不惜放火烧村，真是丧尽天良。直到另一个女孩被带上台，这场拍卖才出现了转机。那些坐在下面的贵族们，这位叫毛家的出示了一把钥匙，轻松解开了手中的锁链，举枪就向那些贵族开火。同时假装成侍从的黄毛也从裤裆里掏出了一把长枪，敏捷地刺向敌人，然后把钥匙偷偷递给女孩们，让他们抓住机会逃走。面对局面不妙，克莱德侯爵想溜之大吉，还指挥那些有魔法的新兵围攻他们。黄毛又从裤袋里拿出魔法左轮，一枪一个为伙伴争取时间。就在这时，白毛使出了火魔法，通知外面的同伴。银发少年和紫毛看到信号，正如他们预料的，克莱德侯爵真有问题。紧接着，银发少年架起了狙击枪，把准心对准了敌人。代表图哈的暗杀家族行动开始狙击。画面一转到原世界，卢克原来是个年纪大的大叔，他是被组织训练出来的顶尖杀手，正在执行组织交给的任务，但没想到被警备队的无人机发现了。他用红外线探测引擎的热量，警备队紧随其后展开追捕。卢克决定高速逃跑，让身边的女助手用钢索勾住飞机。然后他把枪架在车上，设定成自动射击模式。就在那一刻，卢克和助手跳车逃离。如果车子被警备队扫射中，那么车上的炸药就会引爆，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在混乱中隐匿行踪。虽然计划进行得很顺，警备队的人也追丢了，但为了避免被红外线侦测到，他们决定等到天亮，等到地面温度升高超过人体温度再行动。休息时，助手问了一句，在组织里这样过是不是真的满足？卢克说他从小就在组织长大，学了各种各样的暗杀技巧，成为组织的顶尖高手是他的荣耀，但人总会老去，所以他打算做完这最后一次任务，就退下来去培养新的暗杀者。聊天中，卢克也提到助手还是个新手。助手听了这话当然不服，卢克突然拿枪对准他，问他你凭什么认为我不会杀了你？在这种局面应该怎么办？其实卢克早就卸掉了助手的枪里的子弹，这是给他的一堂生动的教训，叫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。这就是助手新手的表现。说完，卢克把枪还给他，然后他也躺下准备睡了。助手却掏出手枪反问道，不是说不能相信别人吗？可他还是个新手，因为子弹早就被卢克取走了。第二天，卢克顺利和组织联系上了，他们得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假护照，然后登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。可是突然传出有恐怖分子要劫机的消息，但卢克很快意识到这是组织派来杀他灭口的。首先是组织向警备队告密，然后再派个助手来掺沙子，为了确保卢克能上飞机。接着卢克检查了飞机的操控室，发现组织早就在仪表板里装了炸弹。虽然卢克会驾驶这架飞机，但是后面已经有战斗机跟上来了。卢克心中充满了怒火，他对组织一直忠心耿耿，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。女神传唤的时机到了，一眨眼卢克就出现在了一座神殿里。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，女神给了他2个选择，第一个是作为一张白纸重生，第二个是保留记忆和经验，但条件是得接受女神的任务，就是穿越到一个剑与魔法的新世界，然后去刺杀勇者。对前世的事已经不在意了，卢克迅速接受了女神的任务。他说如果能重来一次，他不想再做别人的工具。女神开始传授其他世界的知识，把魔法和技术水平还有勇者的信息全都灌输到卢克的脑海，并且开始解释任务的细节。勇者将在卢克出生后的第年击败魔王拯救世界，但之后他的力量会失控，年后他会毁掉这个世界。在那之前，卢克必须刺杀勇者，刺杀的时机要恰到好处，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，必须等勇者完成他的使命之后。根据刚才女神传授的知识，这个世界的人出生就有技能，而勇者不同于常人，他出生就有种技能，这些技能级别都很高。为了干掉这么强的勇者，卢克请求把自己的能力提到极限。女神让他在不同等级里选一些技能，思考后卢克从中挑了 S 级的超级恢复能力，可以极大增强自愈能力和体能魔能。 A 级的编织术就是可以编出新魔法。 D 级的成长上限突破与超恢复一起用，可以无限增强体能。 C 级的体术对刺杀者来说这是必备技能。至于 D 级，卢克没透露选了啥，只是说了女神还真是慧眼识珠，让他选了这些技能，让他在 D 级也有了选择的余地。接下来就该挑选属性，土火风水是常见的4大属性，暗和光则是比较稀有的属性，通常人一出生就只有一种属性，但卢克选择4大属性全都要。虽然这样会使得熟练度上升速度减半，但有了超级恢复能力，只要加倍努力修炼就可以了。挑选好以后，卢克就转世到了新世界，成为了图哈德男爵家的一员。这个家族是王国内顶尖的医学世家，他们不仅治疗贵族的疾病，还承接王室的暗杀任务，悄无声息地除掉对国家有害的人，掌控生死，维护国家的繁荣。时间一晃7年过去了，卢克通过打猎提升了身体能力，体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。现在还不能用魔法，但他通过合理饮食锻炼身体，按照家里的规矩定期进食，还有了一手好厨艺，赢得了母亲的欣赏。毕竟前世卢克曾经假扮成厨师暗杀过人。到了晚上，在父亲的带领下，卢克进了家里的地下室，开始脱下所有衣物，
父亲每周都要检查他的身体，根据检查结果调整训练计划。父亲想让卢格成为家族的继承人，所以教他医术和暗杀技巧。卢格聪明才智学得特别快，父亲决定提前教他图哈德之眼这个技能。这是一种利用魔法进行手术的能力，可以极大提升动态视觉，还能看清楚别人的魔法运用。对暗杀者来说简直是完美的武器。不久后，母亲在照顾休养的卢格时很开心。卢格又回到了被妈妈照顾的婴儿时期，他可以照顾他的日常生活。母亲对他倾注了满满的母爱。母亲笑着说，要不要再给他生个弟弟或妹妹，这样就更能发挥母爱了。卢格解开眼袋的束缚，现在他能看得更远，看到别人的魔力流动。最后他找到了一位魔法老师伊蒂亚，南境才宣岁，但他的魔法天赋超常，是个难得一见的魔法奇才。毕竟他的老师蒂亚都是邻国排名前5的大魔法师。蒂亚想测一测卢格的魔力有多强，就拿出了一颗能储存魔力的特殊魔石。卢格那庞大的魔力量让蒂亚都吓了一跳，因为这些年来，卢格通过超级恢复和突破极限训练，把自己的魔力提升到了常人的几倍，强到连魔石都快承受不了。蒂亚急忙叫人把魔石快点搬走。第二天在上课前，蒂亚发现卢格具备4种属性，但要是想用魔法，就让他亲自试着感受魔力转换，并且牢记在身体里。经历了这次的转换体验，卢格开始尝试进行魔力属性的转换，就像蒂亚教的那样，他把无色魔力转成了具体属性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得学会新的属性魔法，这样才能获得天赋的加持。这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魔法文字，要施展新魔法，就得准确吟唱出这些魔法文字，吟唱正确与否会影响魔法效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卢格终于掌握了吟唱的技巧，同时他产生了一个新想法，想不通过脑子里的天赋，而是用别人写的魔法书来释放魔法。果然如他所想，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。但这样的点子怎么没人想到呢？卢格猜想这个世界或许是被设定只有拥有天赋者才能用魔法。除此之外，卢格还发现铁和弦的魔法书写法几乎一模一样，所以他叫蒂亚把他知道的所有魔法书写出来，然后找出书写的共同点和差异，分析这些符号的意义，比如这些数字代表密度熔点原子量，接着在魔法书上调整参数，就能得到想要的效果。经过一番摸索，他对魔法的理解又深了一层。他们搞出了制造金子的魔法，然而蒂亚在念出改良后的咒语时，不料引发了反常反应，倒地不起。只有卢格能编写这种高级咒语，那些是他亲自改造的魔法，蒂亚也能用这些魔法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起发明了新魔法。经过不断尝试，他们发明了枪械魔法，甚至是威力超大的爆破魔法。时间飞逝，2周就这么过去了。分别的前一晚，蒂亚说他舍不得离开卢格，卢格送了他一把小刀作为礼物，这是他们共同魔法的结晶。蒂亚回赠了他身上的珍贵宝石，他说如果想见他，他一定要马上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蒂亚就坐上马车准备回国。父亲看到卢格长大了，决定告诉他图哈德的秘密。没想到父亲带他去了监狱，关着罪犯的地方。图哈德家通过这些囚犯练技术，他们就是练习手术和杀人的。父亲认为他可以开始学习了，让他开始杀人技巧的训练。卢格好奇为什么，既然要培养他成为刺客，为什么父亲不抹掉他的情感，让他成为完美的杀手工具？父亲说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要保持人性，判断该不该杀。他们来到一个黑暗的牢房，里面关着一名碎女囚犯，她因抢劫杀人和纵火被判死刑。这女囚就是卢格的练习对象。女孩哭着求他别杀她，她说自己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意外。但父亲冷漠地说，儿子啊，随你怎么杀。卢格毫不犹豫地切下了他的手掌。就在这时，女孩露出真面目，对卢格的父亲大骂一顿，说本以为哭救就能活命，还骂卢格最好赶紧死掉。听到这些，卢格毫不犹豫，当场就结束了他的生命。为了8年内暗杀掉勇者，他打算找个有魔力的助手。可是有魔力的通常都是贵族，都是些贵族或是贵族亲戚，想要招募他们太麻烦了。于是卢格打算在普通人里找，但普通人有魔力的真是少见，即便用了特殊的魔眼到处找，还是找不到有魔力的普通人。时间到了冬天，卢格为了准备食物，在雪地里和蒂亚碰头，正往森林里去。这时候他注意到前面有群野狼正在觅食，就打算去狩猎这些狼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看到一个瘦弱的女孩被狼围攻，卢格跳下去准备救她，开始狩猎那些狼。卢格一刀刺进狼的背脊，狠狠地让狼群当场倒下，危机解除了。卢格问这名叫塔尔朵的女孩怎么会出现在这森林，原来她家里很穷，每天都饿肚子，家里为了少一个吃饭的，就狠心把塔尔朵赶出来。他听说图哈德的地方很富裕，所以才会穿过森林想去那。卢格给他煮了一锅粥，顺带说自己是图哈德的主人。塔尔朵说他梦见神的指引，说会有命运的相遇，就是现在他们俩的相遇。卢格想这可能是女神的安排，就告诉塔尔朵自己其实是个暗杀者，现在需要他的帮助。塔尔朵虽然有点迟疑，但听到有人需要自己，他觉得自己还有存在的价值，就决定要跟着卢格。但你可能会想，卢格真的那么好心吗？那你就上当了。卢格的洗脑计划已经成功，原来他救塔尔朵是因为看出他是有魔力的稀有者。就这样，塔尔朵加入了卢格的行列，所以他用打野狼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，用食物换取他的信任，然后告诉他自己是个杀手的秘密，这样通过分享秘密来建立信任，再告诉塔尔冉需要他成为自己的助手，让他感觉自己还有加有存在的价值，最后让他自己判断卢格是不是好人，这样塔尔朵将来
就不会想要否定自己的选择，这样就能降低他背叛的可能性。洗脑大功告成，时间就这样飞快过去2年了。那个当初弱不禁风的塔尔朵，现在变得活泼可爱了，也成了卢格的得力女仆。但塔尔朵出现的时机太巧合，正当卢格需要一个稀有魔力持有者，塔尔朵就那么凑巧出现了。所以父亲开始怀疑他是来偷技术的间谍，因此他提出了2个条件，才同意让他成为刺客。第一个条件是由卢格来训练他，第二个是如果他背叛，卢格就得负责亲手结束他的生命。这段时间卢格一直在监视塔尔朵，观察他的心跳、眨眼频率到血管的变化，最后确定他并没有撒谎的迹象，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孩。当然卢格也检查了她的身体，然后制定了训练计划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塔尔朵虽然没什么才华，但她努力不懈的态度，短短2年就让她有了刺客的体能。只是战斗技巧学得比较慢，她擅长的是枪械术，但枪是很明显的武器，不适合暗杀，所以卢格送了她一把可以折叠的长枪，这样塔尔朵的战斗力也提升了。在卢格的洗脑下，他对卢格的忠心也越来越深。此外，卢格分析了迪亚给的那颗法尔石，最后成功把它批量生产，然后不断的注入魔力储存在柜子里，这样日后就可以用来当做武器。当晚，父亲决定考验卢格一番，只要他能通过这次和接下来的试炼，就会正式传授他暗杀的技艺。卢格自然是欣然应对。夜色渐浓，他们在森林里对决。作为暗杀者的他们，当然不会明目张胆的对战，会藏身四周伺机行动，用偷袭来决定胜负。但卢格始终在父亲的算计之中。父亲的医术高超，知道人体的每一个反应，从心跳气味到魔力流动，都能预测对方的下一步，甚至用假动作迷惑卢格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卢格决定集中精神破解父亲的招数。卢格闪过一刀，紧接着避开另一刀。然而父亲其实是藏起了杀气，从半空中猛扑下来。关键时刻，卢格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就这样通过了考验。虽然父亲说也无法再教他什么，但卢格深知自己尚有不足，接下来还是和父亲一起执行任务，直到他真正成熟。父亲终于给了最后的试炼，那就是学会伪装，这对暗杀者来说至关重要。贵族的城堡防卫如铁桶，如果要暗杀贵族的话，潜入就变得异常困难，就需要用伪装身份来完成任务。所以父亲在卢格出生那年，就在远近闻名的巴洛鲁商会搞定了一个身份，制造了一个完美的假身份——巴洛鲁商会老板的私生子伊路可·巴洛鲁。因为老板曾欠父亲人情，所以很快就同意了。接下来的2年，父亲想让卢格去学做商人，只要能赢得贵族们的认可，就能以商人的身份昂首阔步地走进贵族的家。在此之前，图哈的家族举行了一场送别宴，但卢格的堂兄塔尔突然大发雷霆，他原本有机会继承图哈的家族的族长之位，但现在卢格把机会抢走了，难怪堂兄会不甘心。就在堂兄闹腾的时候，卢格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趁堂兄不注意，一举把他摔倒在地。这也让父亲趁机向族人表明，他的儿子确实有能力继承家族的领导位置。之后，卢格偷偷找到堂兄，说服他成为自己的部下，保证给他比现在更优厚的待遇。虽然堂兄今天输了，但他去年在轻骑士大赛里排名前5，与其家族内斗，不如携手同心共同处理。然后卢格送了把长剑表示尊重，这样就赢得了堂兄的好感。第2天，卢格和塔尔一起去了一个新城市努尔多，开始了学做商人的旅程。幸运的是，有个叫马和的女孩想出了赚钱的点子，在她带领下，他们给外地人当向导赚点小费，虽然赚的钱不多，但至少解决了吃饭的问题。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，一个下大雨的夜晚，突然有些陌生人把他们抓走，并且关进了孤儿院。从坏人嘴里得知，领主夫人想帮助无家可归的孩子，会提供资助金，所以院长才抓他们来骗取钱财。当然，孤儿们的生活并不好过，他们只得到很少的食物，还得自己分着吃，每天还得为恶徒们干活，要是敢反抗就会遭到残酷打击。更糟的是，院长还逼他们接客。就在这天，一个兴致勃勃的贵族来了，他付了钱选了一个女孩伊法。夜幕降临，恶徒命令下，伊法开始脱掉衣服，被泼了一桶冷水，全身湿透。然后马和帮他洗澡打理。约定的时间到了，伊法就被送到了贵族的城堡，直到凌晨才回到孤儿院。当伊法回来的时候，他眼神空洞，整个人失魂落魄。他这样被人践踏，只能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。伊法接下来的日子，每一天都要接受不同贵族的凌辱，就连其他年纪稍大的女孩子们也没法逃避这样痛苦的命运。在这些绝望的日子里，有个女孩浑身是伤，她甚至毁了自己的脸，希望贵族们不再对她感兴趣。马和看到了，赶紧去帮忙，但他也无能为力。时间飞快，2年就这么过去了。马和也长大了。有一天，他准备送饭的时候，在门外无意间听到了坏消息。原来院长打算卖掉他，但在那之前，他还想亲自侵犯马和。马和听后吓坏了，他跑到仓库，想拿刀来毁掉自己的脸。卢格这时表现出了绅士的风度，第2天就来孤儿院表示要收养马和，瞬间赢得了马和的心。但院长说需要3天时间准备，其实他是想在那之前对马和下手。马和本以为再忍耐3天就好，但那个色心大气的院长实在太恶心了。马和担心在被送到卢格那里之前就被玷污，他用魔力把那个肥猪推开，然后跳下马车逃进森林。谁知道其中一个坏蛋也会用魔法，结果马和不幸被他抓住了。关键时刻，卢格又出现了，救了他。他光用双手就制服了那个坏蛋。不仅如此，卢格还让塔尔假扮受害者，去那些坏客人家里演戏，
还提前告诉了领主，让领主派兵去抓那些人，以贩卖人口的罪名把他们都逮捕了。就这样，院长的恶行终于被制止了，孤儿们终于获得了自由。那个毁了容的女孩在别人帮助下恢复了原貌。这时，卢格真诚地请马赫做他的义妹。半年后，由于巴罗鲁商会旗下一家店经营不佳，卢格决定亲自过问。他带着马赫一起去处理这件事，所以老板决定把店铺交给卢格打理，希望他能扭转乾坤，重新带起生意，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。卢格信心满满，准备做不一样的生意。他打算专卖贵族们喜欢的奢侈品，这样一来还能跟贵族们拉近关系。经过一番思考，他想卖一种这个世界从没见过的东西——乳液。结果乳液一推出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，老板也乐意投资生产这个新产品。接下来卢格说明，生产要用到图哈德的秘密药方，只要他亲自去谈，就能确保这秘方不会泄露，同时也不会让其他商家知道这药方，防止一旦乳液热卖，别的商家也跟风生产。老板听后同意让他去处理。然而这一切正是卢格的计划，只要乳液销量好，图哈德就能赚大钱，而卢格绝不会把秘方告诉巴洛鲁商会。这样做是为了不被他们操控，让他们把握不住自己的商业秘密，这是防止被利用的一层保险。后来卢格把化妆品品牌取名为欧露娜。开店半年后，欧露娜已经红得不得了，店铺每天都人山人海，乳液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，这让卢格的名声大噪，甚至连其他国家的王室都发来邀请。现在卢格要进哪个贵族家都轻而易举，唯一担心的是其他商会为了偷学乳液制法，每天都想方设法潜入工厂，甚至不惜收买员工。目前秘药的制作方法还没泄露，但他们已经开始行动。深夜里，其他商会派了个间谍，他打算迫使卢格透露秘药制法，但塔尔很快就发现了间谍，他在刀片上抹了神经毒素，间谍很快就动弹不得了。于是他们开始严刑逼问，要知道过他的是哪一路人马。就这样，事件暂时告一段落。卢格每个月都会跟正宫蒂亚见面几次，通过编织术能让蒂亚使用新的术法武器回到穆尔夺众的家乡。卢格晚上和两位战友一起挤在同一张床上，但第二天一早，卢格一睁眼就听到马赫跟塔尔朵在说，有个意外，孩子们不小心钻出来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塔尔朵和马赫都愿意帮助卢格。欧露娜的业绩越来越好，贵族们都开始邀请卢格，他也抓住机会扩展自己的人脉，进而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络。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，卢格把塔尔朵派到战场上去，让他积累实战经验，这些都是他的战利品。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，让塔尔朵赢得了雷素英雄的名号。马赫则负责管理欧露娜，学会如何操控情报网，并负责收集暗杀任务所需的情报。不久，卢格准备回图哈德的前一天，正在和马赫交接工作，他们讨论如何扩展欧露娜的业务。马赫建议一个很好的店面，但卢格一听就知道有另外的用意。马赫以前没提过，但卢格调查过他的背景，原来那家店面曾经是马赫父亲的商会。以前马赫是一个著名商会的独女，但商会的助手为了掌控权，竟然杀害了他的父母。为了重新夺回父亲的商会，马赫才会说那间店面很好。卢格知道他的意图后说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信任你马赫的能力。第二天早上，卢格穿回了自己的衣服，准备回图哈德的领地。临走前，马赫说，以前父亲告诉过他，要相信别人必须先怀疑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马赫一直在观察卢格，他知道卢格只是把他当作暗杀工具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愿意被利用。在路上遇到了魔物的围攻，卢格展示了自己的实力。塔尔朵挥舞起长枪打击魔物，塔尔朵用风魔法加速移动。回到图哈德领地之后，卢格汇报了自己做商人取得的成绩。父亲听了非常欣赏，但其实这次的挑战还有更深的意义。父亲是想让卢格找到不只是当暗杀者的其他生存方法。父亲说，图哈德家族历来都是在暗中为国家除掉坏蛋，通过这种方式保护国家，但国家不会明着保护我们。如果暗杀行动被揭露，就可能会被国家抛弃。父亲又一次确认卢格的选择，成为商人还是继续做暗杀者。面对父亲的善意，卢格还是选了暗杀者，因为他很在乎图哈德的人民，想让他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卢格决定继续保护国家，如果真的被国家抛弃了，那是再变回商人也不迟。卢格还有另一个原因，我喜欢蒂亚维科尼，我打算跟他结婚，毕竟要娶身为千金的蒂亚，就需要图哈德贵族的身份。父亲看出卢格下定了决心，开心的大笑起来，然后交给卢格一个暗杀任务，要去除一位贵族伯爵。他用军事机密换取邻国的毒品，还通过贩毒来赚钱。卢格写了封信，让马赫去查那位伯爵的情况。欧露娜的情报网也要大显身手了。第二天，通过塔尔朵母亲得知，母亲兴奋地跑到他房间，说想看到孙子长大的证据。不止这样，他还急着给他物色媳妇。听到这话，塔尔朵吃醋了。母亲反问：“你愿意给卢格生孩子吗？”塔尔朵说：“当然愿意。”第二天，卢格和塔尔朵长途跋涉，终于到了穆尔多的商业都市，打算看看城里的现状。由于军事机密泄露，街上到处都是伤兵。勘察途中，他们遇到了卖果酱的3个小女孩，40要头手下围攻了过来，但卢格迅速就把他们一一摆平了。他问小女孩为啥在卖这玩意儿，女孩领着卢格去找他妈妈。卢格想帮他妈摆脱毒瘾，用图哈德的医术让他身体不再依赖那毒品。考察完城市情况后，马赫也发来情报，消息说要头是温考尔伯爵，他通过贩毒赚钱，还装成黑手党搞骗局。伯爵手下有高位贵族撑腰，王室都不敢动他。为了顺利干掉伯爵，卢格和马赫假扮商人去伯爵家里。路上，马赫问
为啥卢克不在咱们场馆表演？每次去场馆，塔尔朵都躲着偷哭，干嘛不直接找我们 OOX？ 因为卢克真把他们当妹妹，所以绝对不会对他们出手。到了温考尔家，伯爵亲自出来迎接。聊过之后，卢克发现伯爵家以前很穷，直到伯爵发了大财，生活才好转。夜幕降临，卢克知道了伯爵晚上爱赏月喝酒，这就是暗杀的绝佳时机。尽管伯爵对家人不错，但他的行为害了国家。卢克用魔眼锁定伯爵位置，制造出狙击枪和无钢制的魔法子弹，瞄准伯爵头部扣扳机，任务完成。伯爵亲人抱着他哭成一团，卢克心里开始动摇。以前他杀人冷血如机器，只听命令行事，但这次暗杀让他意识到，他已不是无感情的工具，找回了被埋没的情感。这次他保留了人性，能自己判断这人该不该杀。数日后，在个风和日丽的午后，卢克带着塔尔朵和马和在一个荒岛上玩水得很开心，还打算在那里做魔法实验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马和给卢克报了2个消息，说之前让他找的神器找到线索了。那把神器是把名叫盖加尚尔加的魔枪，从远古流传到现在。现在的主人是坦特马格涅斯，坦特的实力非常强大，所以马和觉得这人可能是神族。另一个消息是，蒂亚维科尼的国家爆发内战，维科尼家族站在王族那边，一起帮王国军对抗叛军。可恶的是，直升机的坦特正在叛军那边助阵。马和担心蒂亚的安全，卢克第2天就去找蒂亚，说他会让商会的人帮忙，把他转移到安全地方。蒂亚想保护自己的国家，但他还是笑了，安慰卢克不要担心。蒂亚反而邀请卢克去约会，他们去游乐场射箭，后来又一起去餐厅享受下午茶，用魔法帮个小孩找到妈妈。日落时分，蒂亚带卢克到温泉。蒂亚文化开放，身材好，在温泉里就直接脱了，和卢克一起泡澡玩水。蒂亚说他会等待卢克归来，给了他一个深情的吻。约会结束时，卢克刚要走，一个护卫突然出现，跪地迎接蒂亚。不久，卢克就回家了，发现邻国的伤兵满地都是。他爸根据伤兵的情报，吩咐卢克去完成任务。卢克本想拒绝，但爸爸开始解释，原来是要假装刺杀蒂亚，让叛军以为蒂亚死了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趁着内乱，王族阵营最后还是输给了叛军。结果站在王族这边的蒂亚他们家也受到波及，就算他们放弃了大片土地，风波还是没能平息。叛军那帮变心的贵族还想把蒂亚抓去继续后代，因为蒂亚的魔力很强，能生出血统好的孩子。面对叛军的逼迫，蒂亚和他爸爸不想再牺牲任何人，就同意了叛军的要求。但是蒂亚的家臣不能接受这事，就把蒂亚和他爸爸关在城堡里，自己组织军队想跟叛军拼到底。所以为了悄悄救出蒂亚，还有平息这场战争，蒂亚他爸找卢克他爸商量对策，想出了个假刺杀蒂亚的计划。可是距离太远了，靠卢克他爸的速度是赶不到战场的，所以才找卢克帮忙出力。面对爸爸的请求，卢克考虑了一下，虽然卢克也是为了国家利益才行动，本来不该接下会害国家的任务，却违背了自己的原则，但卢克还是答应了。我已经和蒂亚约好了，他一叫我就会立刻冲过去。爸爸听到这话，觉得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，毕竟他妈妈也是维科尼家出身，爸爸当年也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，为了爱人违背了原则。出发之前，塔尔朵还要送卢克一程，因为就算卢克有超强恢复能力，但如果一路狂奔，体力恢复也会跟不上。为了留力跟敌人战斗的留点体力，所以塔尔朵决定跑在前面，帮卢克用风之盾挡风抗击。经过一路的颠簸和风吹日晒，塔尔朵也快撑不住了。他知道卢克是去救未来的老婆，但还是鼓励他一声：“你们2个一定要活着回来哦。”可是看着卢克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塔尔朵心里其实很不舍，眼泪不自觉就流下来了。到了战场，卢克发现双方实力差太多，战斗里的悬殊让人心惊，双方僵持的打了个不停。地饼靠着香气魔法硬撑着，叛军的魔法用户都不敢轻举妄动。卢克也变出了一把枪，对准了叛军指挥官那些有魔力的家伙。叛军一看这阵势，急忙排起了防御阵型。卢克又变出了弓箭，把充满魔力的法尔什装在箭头上，轰炸声接连响起。卢克趁乱冲进城堡，找到了蒂亚，2人一见面就紧紧抱在了一起。蒂亚爸看到这幕就忍不住戏谑了几句，说原来是你让我女儿神魂颠倒的。这时候卢克放了个定时炸弹在地上，准备放火烧屋子，假装蒂亚死了，并且让蒂亚在外面大喊，告诉所有人他要自杀了。但就在蒂亚刚打开窗户那一刻，卢克直觉危险临近，急忙把蒂亚推开，拿起武器迎战那飞来的魔枪。虽然挡不住那股力道，但至少减弱了魔枪的力量。结果城堡被炸出了个大洞，当魔枪飞回施法者手中，卢克用魔眼迅速查出对方身份，对面不是别人，正是拿着家族神器的瑟坦特。知道强敌在前，卢克就用炮击魔法回敬，表示他自豪于自己的刺杀技巧。不过刚才那一击反而让瑟坦特更兴奋，甚至放出了 S 级技能狂战士，怒火增长了他的力量，使他的身体和魔力大幅提升，打得越久越兴奋。不止如此，瑟坦特在狂战士状态下还能保持冷静的判断。这时瑟坦特提出要1对1决斗，用骑士间的单挑来决出胜负。虽然卢克不傻，知道正面硬拼没啥胜算，明知正面对抗几乎没机会，
所以他打算用刺杀来决一胜负。走到瑟坦特跟前，表明他接受挑战。然后卢格用花言巧语拖时间，首先是要求彼此做个自我介绍，说这是骑士间的基本礼仪，再提出如果瑟坦特输了就得撤军。卢格掏出一枚硬币说，金币一落地就是我们开战的信号。卢格就把硬币往空中一弹，让瑟坦特的目光全都盯在硬币上，同时卢格心里也在默默倒数。这是卢格专为对付强敌而准备的秘技昆古尼尔，这招是古代武器上帝之杖的现代版，决斗前的准备。卢格用重力反转魔法，把长枪射到太空去了，还在长枪前端施了风盾，就为了让它回落时不被烧毁。为了确保能一击命中目标，卢格在荒岛上练了好久，夺回蒂亚发明的那个魔法，才能使昆古尼尔成功发动。就在这时，爆炸的余波把卢格炸飞了，卢格浑身是伤，蒂亚马上冲上去救他。他不明白为啥卢格明知道对手那么强还要冒险救他。后来他们俩回到了图哈德的地盘，蒂亚装作卢格的妹妹开始新生活，但卢格听他爹说，这国家出现了勇者魔王，迟早也会现身，所以瑟坦特不是勇者，勇者其实是刚从马车里下来的那个人，伯纳里安诺阁下。看来下一季勇者将掀起腥风血雨。